台湾是什么？这个问题你去问100个人啊，也许会有101种答案哦。马上说不定就有人跟你站南北。不过你知道吗？在历史上，欧洲人第一次认识台湾时，还真的就是一个分裂成2个岛屿的小岛，或者有时候还会被划成3个小岛。更奇怪的是，当时欧洲人对台湾的模糊印象，竟然还包括周遭海域的神秘海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不难想象，现在我们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用地图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是手机地图出现之前呢，我们就要靠像《世纪帝国》里面的侦察部队，一格一格慢慢去探索这个世界，再慢慢绘制出不同的一个示意图，来让后人理解或者彼此沟通这个世界的轮廓。有时候难免会发生像瞎子摸象的情境，各自解读出不同的一个世界地图。不过这些现在看起来反而是非常有趣的，例如像是西元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是欧洲人第一次向远方探索的年代。但其实当时的航海家对于大海的样貌仍然是非常模糊的，也因为这样，所以造成了很多神秘又奇幻的海怪传说，像是会喷水的大鲸鱼，或是拿着镜子唱歌的人鱼怪，超乎常理巨大的乌贼等等。为了警示后人行经此处时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制图师们会将海上的惊奇给记录下来。究竟这些是虚构的传说，还是真有其事的神秘生物？无论如何，这些记录都为大航海时代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据说在16世纪，葡萄牙商船经过台湾时，喊出了那句著名的 Ilha Formosa。但是你知道吗？当时葡萄牙人称作 Formosa 岛屿，其实不见得是台湾。一开始的时候，葡萄牙人反而称呼台湾为小琉球。究竟当时欧洲人口中的福尔摩沙，究竟是不是今天的台湾？目前还没有找到史料来佐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台湾这座小小的岛屿，在欧洲海上霸权竞相前往东方的大航海时代里面，早已经是航线上的重要角色。当时的欧洲人大力向海上发展，开启了前往未知的世界，解锁了各种不同的成就。包括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兰人这些海上霸权都相继来到东亚，并占领了许多的贸易据点。现今的长崎、台湾、澳门、马尼拉、马六甲及雅加达在内，在17世纪时都是热闹非凡的贸易天堂。以台湾来讲，1624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进驻大员也就是今天的台南啦，新建了有名的热兰遮城作为贸易据点。而台湾北部呢，则有1626年西班牙人进驻和平岛，建立了圣萨尔瓦多城。不过，其实在此之前，台湾各地就已经有很多的日本人和汉人来这里通商贸易。而这些贸易的货物呢，又都是些什么宝物呢？像是银、丝绸、糖，或者来自南洋的胡椒，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品，也都让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为之疯狂。当时在东亚非常强势的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其实早在欧洲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一对老冤家了。他们绕过了大半个地球之后呢，居然又在台湾相遇了。这老冤家碰头当然互看不顺眼。164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趁着西班牙国力大幅衰减的时候呢，接连2次挥军北上。这场战役可以说是从欧洲一路打，绕过了大半个世界之后呢，在台湾继续打的战事。荷兰人从海上派出了舰队，在路上又有原住民联军，两相夹击之下呢，一举将西班牙人逐出了台湾北部，接管了西班牙人占领了淡水和基隆一带，也结束了西班牙人在台湾16年的统治。从16世纪的这张中华领土及海岸线精确海图中可以看到，欧洲人是立足于马六甲海峡看向东方的。这也反映了欧洲船队当时的视角，就是以东方为上位。而地图上被切割成3块的群岛呢，也就是被分成3块的台湾，分别叫做福尔摩沙、小琉球及一座无名岛。据猜测，可能是因为当时船队是远远从海上看向台湾时，看到好几条大河，以为这些是海峡，所以就把台湾分裂成几个岛屿。不过这样的猜测，未来还需要更多的考证。
在这张香料群岛海图中可以看到，当时台湾在地图上的位置刚好坐落于东洋航线上。东洋航线分成2段，都是从闽南出发，向北经过基隆之后呢，可以前往琉球跟日本；向南呢，则可以经过澎湖、恒春半岛之后呢，抵达吕宋、婆罗洲及香料群岛。所以可以看到，当时台湾的地理位置是在南北2条航线的交汇点，可以反映当时台湾的地理位置是相当重要的。1683年，台湾被纳入了大金帝国的版图，也成为黄宇全览图的描绘对象。这张福建省图右下角可以看到台湾西半部的一个轮廓，已经跟今天我们认识的相当的接近了。可是，又为什么这时候只有半个台湾呢？清领时期，因为清朝政府对台湾的治理初期采纳的是防患而非治理的一个路线，划定了藩界线，并禁止汉人跨越这条界线进入山区。因此，台湾这时候就被分成清朝政府控制下的界限以内，以及不受清朝管理的藩界以外2个部分。而绘制这种类似今天的行政区划图时，自然就只有界内的西半部，而忽略了界外的地方。这或许就是许多的地图为什么只画了半边的台湾的重要原因。不过，虽然政府画了这条界限呢，但是汉人为了寻找更多的这种生存空间及资源，所以很多人就会偷偷的越界。而清代的台湾地图中，便可以看到红色、绿色、蓝色等不同颜色的藩界线。这每一次的修改都代表清朝控制的区域更往山边靠近了一点。而这也记录了汉人移民不断的向东迁移的一个现象。台湾从1620年代开始被卷入全球化的一个浪潮当中，你们一定想不到吧？当时台湾不但是一个热门的一个东亚转运站而且根本就是一个晋级版的一个商道混合据点。每一张地图背后都代表一个不同的观点。大家想不想了解更多不同样貌的台湾呢？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2024年的第1档大特展跨1624世界岛台湾，邀请各位海岛子民们一起来认识世界的台湾。说到这里，我们就告一个段落。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地图上衍生出来的有趣传说，或者想要知道更多台湾的故事，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最重要的是帮我们订阅、分享。拜拜。应该拜拜喽，我觉得应该拜拜喽。拜拜喽。拜拜喽！这边再一次，这边再一次，又拜拜了。为什么要讲拜拜？那个拜拜有点太快了一点吧？拜拜六，小脑瞬间反应，我不要拜拜六。订阅、分享，拜拜喽！我们写拜拜六，是不是？没有，我看到886之后，我的小脑反应说我不要。